嗨，小可爱们，我是你们的蛙妹小糖。前段时间《极限挑战6》抄袭《新西游记》，连抄2期，共3个游戏环节。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愤怒的罗 PD 粉丝跑去《极挑6》官博图版为老罗应援，抗议极挑的抄袭行为。随后官博开了评论精选，只放出一些夸节目的评论。结果罗粉们非常机智，纷纷改发极挑的彩虹屁。官博一时被彩虹屁迷惑，把这些评论都放了出来。眼见官博中招，粉丝们立刻换头像，头像内容是请极挑停止抄袭，又把官博评论涂了一遍。其实老罗的节目被国内制作人白嫖很久了，向往的生活抄袭33餐，中餐厅抄袭饮食堂，花儿与少年抄袭花样姐姐，国内综艺欠下老罗好多版权费。今天蛙妹就专门做一期视频安利老罗，和大家聊一聊老罗的综艺有什么魅力，他的团队是如何做出优质原创综艺的。罗英熙，也可以叫他老罗、罗 PD、罗宝剑、罗奴，入行19年，高产4母猪。他制作的综艺在韩国本土和中国都很受欢迎，本土收视率高，豆瓣基本都9分以上，口碑非常稳定。老罗早期就职于 KBS 电视台，做了2天1夜第1季，平均收视达到40%，最高达到50%，名副其实的国民综艺。13年跳槽，和团队一起在付费频道 TVN 做综艺，当时对抗性竞技游戏火爆全韩，他另辟蹊径，开创了治愈系慢综艺，接连做出了花样系列、33餐系列等高口碑慢综。互联网高速发展，他就试水做网综，诞生了《新西游记》第1季，多次获奖，是韩国首屈一指的金牌综艺导演。TVN의 왕이다。观众为什么喜欢看老罗的节目呢？首先是因为那种随性真实的风格非常特别，幕后工作人员可以随便入镜 ，MC 随时随地都能在镜头前公然露肉。做餐饮节目后厨人手不够，总导演就被抓去当苦力。玩游戏打赌输了，节目说不拍就不拍。罗 PD 做到了真人秀是真，而不单单是秀。他做综艺自由的就像拍 vlog， 随时随地都能拍，喝酒也拍，聚餐也拍，闲聊也拍，角度千奇百怪，拍摄工具也丰富多样。圭贤掉手机的那次爆笑事件，就是收工关掉摄像机后，工作人员拿着手机记录下来的。还有一次突发结束录制，制作组就陪被经纪人落下的圭贤吃饭，原本回家的成员们陆陆续续倒回来，又聚在一起。但是这个时候设备已经撤走了，在场的工作人员全程用手机记录，最后还征用了店里的监控录像，敢直接拿监控录像做综艺，老罗不愧是你。他们不只拍 MC， 还拍工作人员，不错过任何素材，懂得满足观众的好奇心，还原 MC 们更真实的一面。MC 们在镜头前素颜，头发蓬乱，着装随意，偶尔还有羞耻 play。困了就直接睡觉，随意到连广告都无缝植入。如果不是后期花字调侃，我可能都没发现这是个广告。MC 间彼此熟悉，互 Q 黑历史非常刺激。单就《新西游记》来说，圣基直接 Q 秀根的赌博梗。배팅남 저기 뭐냐 상암동 배팅남으로 지금 安安当面调侃虎东的税务梗。의지로 벌었죠. 세금 잘 내고. 의지로 벌었죠. 세금 잘 내고. 鸡丸自己 Q 自己的离婚梗。 게임에 빠져 가정에 소홀했었습니다. 在这种随性的氛围下，大家都放得很开，当场剃头这种事干过不止一次。圭贤好好一个抒情 vocal 变成了郭达。安宰贤好好一个俊秀美男，暴露了肢体不协调。 이제 시뮬레이션 해봐. 자, 잡았어. 하나, 둘. 발을 이렇게 꺾으면 안 돼. PO 好好一个乖乖小可爱，被逼成了豌豆射手。老大哥虎东经常被弟弟整蛊，戴帽吃面被暗戳戳拿走面碗。 아, 국물 끝내주는데? 前辈组3位吵架，就真的在吵架，在后厨吵闹到前台顾客纷纷笑着吃瓜，吵到后期直接消音，搭配老罗独有的剪辑和谐大法，有种莫名的喜感。 수근아. 수근이 형 이거 어딘데? 4번. 不止 MC 放得开，工作人员们也戏很多。《新西游记2》31期的规则是让 MC 安静吃饭，不能说话，不能笑。为了逗笑 MC， 工作人员不顾形象，开始疯狂加戏。那边摄像大哥转身震撼一拖，鸡丸当场愣住。
咖啡咖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这边作家妹子又震撼一脱。老罗的综艺经常出现各种意料之外，花样青春系列都是在嘉宾毫无准备的情况下，在聚餐时、在拍摄现场、在待机室被老罗绑架，直接送去机场。老罗的团队宛如一个诈骗集团，跟各个参演嘉宾经纪公司勾结，有的被欺骗要去国外拍画报，有的被欺骗要拍广告，有的还动用隔壁电视剧的导演，让嘉宾误以为当天有电视剧拍摄，理由千奇百怪，但受害者的反应总是出奇的一致。还有些意外来自老罗自己的即兴开赌。2天1夜第1季有一期大冬天和 MC 打赌玩游戏，老罗放话，节目组输了的话，80人全部接受下水惩罚。吓得工作人员扑上来把他拖走，强行闭嘴。他真的非常好笑，每次打赌的时候都一脸自信，结果最后都输到卑微道歉。观众一边高喊老罗戒赌吧，一边又忍不住想看他打赌。也是通过这些打赌，观众发现原来他们真的会履行诺言。雨天打赌输了，全体工作人员就真的搭棚睡在了户外。《新西游记 2.5》有一期用棍子颠球，原本只是 MC 自娱自乐，老罗灵机一动，再次开赌，只要3个 MC 颠过20下 ，MC 就可以结束录制，直接下班不去美国。结果龟贤一个人就颠过了20下，老罗瞳孔地震，工作人员冲上来扯着他控诉。收到节目不录的通知，场外的工作人员一脸意料之中的微笑，美国那边的摄制组一脸钱打水漂的震惊。大根抽到去冰岛，就真的拍了去冰岛的33餐。土豆玩游戏赢了，许愿做花样青春，就真的拍了花样青春 Winner 篇。原来这些都不是随便说说，他们真的在尊重游戏结果。除了随性的真实和各种意外的搞笑，老罗的综艺还有浓浓的人情味，经常利用节目中的 BGM 给 idol MC 们打歌。做僵尸堂2的时候，虎东遇到一个顾客，他是虎东多年的观众，原本身患重病，靠虎东的2天1夜给予力量，战胜病魔后就把见虎东列入愿望清单。虎东一边说着我何德何能，一边回到后厨偷偷抹眼泪。录《新西游记》有一期在中国，大晚上鸡丸和虎东迷路找不到客栈，终于问到认路的当地人，虎东感动地说：韩国人、中国人。朋友，但因为四下一片漆黑，还是很难找路。淳朴的当地人追上来，把他们送回客栈。到客栈，好心人才发现他们是韩国来的节目组。这个热心人让虎东想到自己去世的父亲，他感慨万千，久久无法回神。老罗的节目一直在展现生活的美好。33餐里给小动物们很多镜头，猫猫狗狗有自己的故事线，这一点向往的生活完美 copy 了。林中小屋里聆听雨声、溪水声、鸟叫虫鸣。新西游记来中国取景拍摄，把丽江拍得超绝美，还有震撼的乐山大佛。老罗的综艺既能带来欢笑，又能给人治愈和希望的感觉。在他的节目里，景色美好，人情温暖，动物可爱。看他的节目，我们能感受到欢乐、尊重和爱。 사람과 사람이 함께 살아간다는 것의 의미가 과연 무엇인지 그런 것들 보여줄 수 있는 프로그램 만드는 사람 되고 싶습니다. 罗 PD 并不是科班出身，原本是按照家里的安排当公务员，结果上了大学，在戏剧社团发现了自己对表演的热爱，才走上了综艺制作人的道路。当时他在韩国3大台之一的 KBS 做到管理层，2天1夜第1季做了5年，大获成功。但他在书中写道，以有限的人力维持节目品质，想出不怎么样的内容，并不断压榨后辈，脚踩劳动者的血汗获得成功，是大公司的运作原理。但他觉得悲伤和无奈，最终他选择及时止损，辞职离开大公司，不再做这个项目。但后来又因为无法停止对综艺制作的热爱，他带着团队另起炉灶，重新再来，不再过多功利性的做想做的内容。他在访谈中表示，即使挨骂也要做自己擅长的，在自己最擅长的类型里玩出新花样。他的创新灵感来源于生活，源于和同事的聊天，和李幼听作家聊天。他说厌倦了忙碌的生活，想去乡下吃了睡睡了吃，就有了慢生活综艺33餐。当时江虎东、李秀根、殷志源各自有负面新闻，李胜基说好想再和哥哥们一起旅行，就有了新西游记，一群有罪的人的修行之旅。新西游记4 MC 们在车上闲聊要开餐厅，后面集齐龙珠达成愿望，就有了僵食堂。他还把综艺发展成了一个综艺宇宙，和李瑞镇合作花样系列，后面接着合作33餐系列。星期五晚上为花样姐姐里的尹如珍打造了新综艺尹餐厅。33餐结缘了车胜元、刘海镇，又被打包送去了西班牙寄宿，跟2天1夜的骨干成员一起做新西游记，又给新西游记的成员们分别做了僵食堂、去冰岛的33餐、花样青春 Winner 篇、煮面男、马普靓仔。
老罗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成功，他背后有一整个罗 PD 团队，他有李作家，有金作家，有申 PD， 有朴科长等等。这是一个真心热爱综艺行业的团队，因为热爱，他们精益求精，为了制作《花样青春》而跑去1988剧组潜伏几个月。因为热爱，他们有超高执行力，做僵尸堂的时候可以一夜间变换装潢，为了一个打赌，认真去咨询上月球的费用。 얘기 들어보니까 그 한 명 가는데 한 4천억 든다고 해요. 不止幕后的团队，还有台前敬业的 MC 们，艺人们扛着设备翻山越岭，风餐露宿，遇到极端天气也不后退，即使凿冰也要下水，就为了录好节目，博观众一笑。老罗的成功，韩国综艺的成功，是众多综艺人长年累月的积累，是残酷竞争制度优胜劣汰的结果。他们因热爱而敬业，因敬业而不断创作，因创作才能走得长远，这是一个良性循环。国内没有那么自由的土壤，但这并不是做不出好内容的借口。像几条六这种，还有很多诸如此类东施效颦的综艺，因为急于求成，习惯了走捷径，习惯了不用动脑抄学霸作业，不是不让你借鉴，但至少要做出特色，做出新意啊！拿着别人的创意随便请几个大流量就能招到商，节目里无时无刻都在炫耀大制作、大手笔，但问题是，综艺看的是内容，而不是比谁砸的钱多呀。歪妹觉得，比起抄袭罗 PD 的创意，更应该学习的是他做综艺的精神，认真对待节目，认真对待观众，用热爱去创造，用真心去表达。好了，今天蛙妹就讲到这里，别忘了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一键3连。你们看过罗 PD 的综艺吗？你们最喜欢罗 PD 的哪个综艺呢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。关注蛙妹，蛙妹在这里等你哦。